其实想和大家聊王阳明很久了，近些年来讲王阳明的人很多，但大家对王阳明和心学的误解却越来越深。一方面，很多人叶公好龙似的跑去学心学，抱着知行合一、致良知、心无外物的几个概念翻来覆去的啃，认为王阳明的成功是源自于龙场悟道，源自于心学，所以王阳明的理论也能使他们重塑人格、自律，并且获得成功。而另一方面，真正翻开传习录，深入去了解王阳明的寥寥无几，所以许多人甚至会把知行合一误解为知道便要去做，而大多数人了解到王阳明其实源自于一本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从当年明月的笔下读到了王阳明农场悟道、江西剿匪、平定宁王之乱，借着明朝那些事儿掀起来的国学热，更是将王阳明神化，诸如500年来第一人、千古第一完人、2个半圣人之类的冠冕戴在了王阳明头上，然后包裹上成功学的外衣，兜售给焦虑、迷茫、困顿、渴求改变现状的人们。事实上，阳明心学与如今世俗意义的成功是对立的，心学要求人们致良知，而世俗意义的成功大多又以财富积累为标准，想要大肆攫取财富，大多都是以抛弃良知和道德底线为代价，所以想要通过学阳明心学来获得世俗成功，是何其荒谬的一件事。并且阳明心学也不具备重塑人格、使人自律顿悟的玄奇力量，甚至心学很难让一个人熬夜刷手机时少刷半个小时，早上起床时早起5分钟，工作烦躁时少抽1根烟，生存压力逼着人低头时多说一句不。这期视频是想消解掉王阳明身上的层层圣人光环，还原他在那个时代下人性的部分。王阳明也会有难以抵抗的生存压力，有无法勘破的生死，有不可回避的世俗欲望，跟我们一样，时常面临艰难的抉择。作为凡人的王阳明，有比作为圣人的王阳明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关照的地方。王阳明是明成化8年，也就是公元1472年9月30日亥时，出生在余姚。余姚在明代属于绍兴府。余姚是个山林丛集、古朴闭塞的小城，只有一条姚江与外界沟通。后来王阳明创立姚江之学，让小城一跃成为了江左文化重镇。而余姚县境内最高的山是龙泉山，因南坡山腰有泉，水小而不竭，得名龙泉，山也因此得名。半山腰还有一栋小阁楼，王阳明的父亲王华还没中状元时便家居此地。史料中记载，王阳明的出身带有十足的玄幻灵异色彩，说王阳明是天人自五彩云中送来，怀胎足足14个月才瓜熟蒂落，所以最初取名王云。那座小阁楼后来也被称作瑞云楼。但是王云一直到5岁都不会说话，后来有过路僧人扶着王云的头顶一语道破，由此宁心儿却教坏了。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有道破天机的隐喻，于是父亲王华才从论语的典故知即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取了守仁2字。王云也改名为王守仁，这才开口学会了说话。王守仁的家族有着年轮般清晰的悠久传承，始祖要上溯到东晋的王羲之，遗传是一只无形的大手，于冥冥之中拨弄命运。王守仁是祖父王天旭一手带大的，王天旭喜好竹子，居所外环制着竹林，所以也号竹轩公。王天旭虽然是个教书先生，但是能够教出一个状元郎儿子和一个新建伯孙子，自然有其超拔之处。王守仁后来办书院、善点拨人，都是来自于这位老人的言传身教。王守仁的父亲王华更是在成化17年高中状元，后来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而王华的过目不忘、坦坦自信、卓然定力，也都悉数遗传给了王守仁。但王守仁身上有条引线是他独有的，他5岁后才开始说话，使他习惯于凡有触念先在心里回环，每逢读书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行于心。公元1482年，王华考中状元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相当于天子秘书，虽不直接参与政治，却是唯有状元才有资格被授予的亲要职位。竹轩公王天旭也带着11岁的孙子王守仁踏上了北去京城的路。祖孙2人途经江苏镇江金山寺，金秋弦乐，陶然而醉。王天旭本想作诗一首，却难成佳句时，王守仁已然诗成：醉倚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楼眠。王天旭闻诗称奇，又以碧月山房为题，让王守仁再作诗一首。片刻间，少年就有了颇具禅风禅音的诗句：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两首诗都显得浅白外露，缺乏诗词讲究的古意和敛藏，但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少年来说，殊为惊人了。王守仁虽然出生在儒学世家，但从他的诗文自序中我们能知道，他自8岁时就心于老师，也就是佛道兼修，后来的龙场悟道不过是一次积年累月水滴石穿的厚积薄发罢了。没人能复制王守仁的路，家世、天资、情面，就算撇开心学的大成就，也不妨碍王守仁获得世俗的成功。而少年王守仁诗中山岳的对照、大小的阐释，源自于他对庄子齐物论的参悟。12岁时，王守仁遵父命于京城私塾读书，但生来音译灵脉、超侠不羁的他，受不了老学究的规矩束缚，时常旷学外出与别人玩战争游戏。他居中调度，左旋右转，颇有兵家风范。少年王守仁也对30多年前于谦领导的那场北京保卫战深感兴趣，于是他在京城四处穿梭，并在于少保祠堂前题下一联：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阴弦。少年的一腔热血总免不了向往沙场征战，建功立业。只是13岁时，母亲郑夫人病逝，父亲王华的继室夫人对王守仁时有刁难。然而熟读经略的王守仁不是什么天真少年，于是偷偷在集市上买了枭鸟，藏在继母的被褥下。等到继母回屋掀开被子，枭鸟乱飞，还发出阵阵怪声，吓得继母许久没有回过魂来。在民间，枭鸟入室是大凶之兆，于是王守仁建议继母请来巫祝驱邪消灾。而私底下，王守仁早已会通了巫祝，整了一出王守仁生母亡灵附体的仪式，吓唬继母。此事过后，继母再也不曾对王守仁无礼，所以权谋术策，王守仁从小就得心应手。包括后来的阳明学也充满了权术和霸术。其实可以这样说，阳明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术。公元1485年，14岁的王守仁开始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法书籍。他认为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刀切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欲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修也。第2年，王守仁和父亲王华同游居庸关，调查诸夷狄村落，思考预变方策。一日，王阳明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还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并毛坡，云霾同著雷轰蛇，6字题文尚不磨。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马援随光武帝先伐羌族，后又平定交趾，征讨乌桓，晚年时兵至匈奴，最终病死疆场。其实6旬的马援在出征请战前，光武帝就曾担忧过他的身体，于是马援说出了那段千古传唱的名句典故：大丈夫立志，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然而当死于边野，因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也。而40多年后，当年近6旬的王守仁受命前往广西平叛归乡时，途经伏波庙，于是前往拜谒。少年时的梦终于化成了现实，而那时的王守仁却有了新的感悟。明朝中叶以来，明帝国内忧外患，王守仁12岁时，鞑靼入侵大同，明军战败。而根据王文成公全书的记载，王守仁15岁时，各地或洪水泛滥，或旱灾频发，盗贼作乱，起义不断，官军对此也束手无策。少年王守仁想上书朝廷，请效中军故事，得壮族万人，削平草寇，以尽海内。只是王守仁这个狂妄的想法被他的状元父亲及时阻止，并批了7个字：书生妄言，屈死耳。雷霆贯耳的少年这才冷静下来，不再言及此事，专心做学问去。王守仁沉迷在宋代理学朱熹和程颐的理论中，尤其是朱熹的著作中曾提及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格物穷理。而王华就职的官署中就种了许多竹子，于是王守仁读完这句话之后，立马就开始革竹。7天7夜后，王守仁劳累过度病倒了。
依旧一无所获。至于为何会革竹失败，这涉及到一个极大的问题，大到千年来儒学都没说清楚的什么是天地万物的义理，就连朱熹本人也说得含糊，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这次革竹失败对王守仁的身体伤害是次要的，最大的伤害是他心灵世界的崩塌。他不再相信宋儒理学格物致知那一套了。其实时年17岁的王守仁并不知道，他的7日革竹中有庄子道的影子，也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而陆九渊主张的心即理与朱熹主张的格物穷理，在宋朝时两人就在鹅湖书院吵了3天3夜，谁也没真正说服谁。如此艰深的道理，不是一个17岁的少年能够参透的。心灰意冷的王守仁干脆将儒学抛掉，开始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当然这也跟王守仁革竹失败后得了肺病差点死去有关系，而肺病也将纠缠他一生。现在我们能看到最权威的王阳明画像，就是故宫博物院那幅消瘦清癯。后来他一生中有近20次上书祈养病、归省、退休，都是因为17岁时埋下的病根。有病也让他干什么都奋不顾身，因为不知何日死，那便尽力生。公元1489年，王守仁的祖父，那个守护了他18年的老人竹轩公王天旭离世了。老人的体衰已经有2年了，死亡是预料之中的事，就像深秋枝头枯败的树叶，明知他在等一阵风带走最后的生机。但王守仁见过那片枯败树叶的青翠，也见过祖父谈笑风生的鲜活，当然也见到了由生到死的慢放。人一生，花一季，只是来年枝头会发新芽，而人不会。同年冬天，王守仁和父亲王华扶灵柩回故乡余姚守孝，并在次年7月迎娶了当时江西布政司参议朱养和之女。朱养和和王华既是同乡也是至交，门当户对，亲上加亲。但根据阳明先生形状记载，王守仁在婚礼当天离家出走，第2天清晨家人才将他寻回。当时他正在一座道观中静坐，劝说许久方才回家。这段故事的真伪无从考证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身患肺痨的王守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极其不安，加上祖父的病故，死亡的阴影让他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仙之术。明代论内丹修炼的名著《性命归旨》还收录了王守仁的修炼口诀：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瑶明，道在显仪随地月，心望鱼鸟自流行。这一时期王守仁的路是有点走歪了的，他时常在道观如同枯木般静坐，修习导引之术。当然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呼吸宇宙之气对肺痨的用处不大，但老庄和禅宗的思想却在王守仁的一呼一吸间化作涓涓细流，沉淀在他意识之海中。成亲后的王守仁暂住在岳父朱养和的家中，而他的书法之道就是在朱养和的书房中练成的。王守仁的书法不同于唐代书法家，更接近宋代画家的精神和意境。宋画讲究趋于脱俗的事物本质和天地之理的脉动，比如宋代山水画，画的不是山水的自然形态，而是画家的胸中丘壑。王守仁写字也不在乎字的形态，而是写心中的通达念头。诸君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欣赏一下留存下来的王守仁书法作品《河洛宣记》，刻作红柱矫情说。其中《河洛宣记》就是他龙场悟道后留下的作品。那幅作品有黄庭坚之风，文征明之韵，气势磅礴，却也有独属于王守仁雄健奔放的风格。有时我们不得不服基因天赋这东西，王羲之到王守仁都稀释了多少代了，书法这事儿老王家还是手拉把掐。王守仁在洪都岳父家生活了14个月，穆冬时节携妻子返回余姚。途中王守仁专程去广信府上饶，拜谒了大儒娄亮，请教圣人之学。娄亮虽然师承于朱熹学说，但却有陆九渊的心学倾向。娄亮告诉王守仁，圣人必可学而至，意思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成为圣贤。这跟王守仁内心的意志深深契合。娄亮重新把王守仁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养生术中拉回到儒学的道路上来。所以明末的儒学大家黄宗羲说，阳明学娄亮为发端也。明弘治5年，也就是公元1492年，21岁的王守仁参加了浙江乡试，得中举人，
获得了去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明朝的科举已经相当成熟了。明宪宗成化23年后，科举八股文的形式基本形成，后来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而王守仁的科举之路却并未如同意料中那样顺遂。先是在弘治6年的会试中落地，因为有个状元父亲的光环，连宰相李东阳都来鼓励他，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王守仁听过后提笔立就，写了一篇来科状元赋。这样出格的举动其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嫉妒。会试每3年一次，王守仁第二次参加会试已经是弘治9年，他已经25岁了。这次他不仅没有成为来科状元，连科榜都没有上去，2次落地。但是王守仁对于会试落地看得很通透，同僚中有人因为落地而感到羞愧，王守仁却淡然道：是以不得地为耻，吾以不得地动心为耻。直到公元1499年，28岁的王守仁以会试第2的成绩进入殿试，最终被赐予2甲进士出身第6名。王守仁乡试、会试考中的卷子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作为范文广泛流传。尤其是他乡试八股文《治世仁人篇》，几乎算作是心学大纲。比如里面写的心体之光明，以无心为重，以无声为轻。有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而王守仁后来用一生来践行这治世仁人篇。王守仁考取进士后，官正工部，相当于工部实习生，负责土木建设工作。他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去督造威宁伯王岳的坟墓。王岳是明帝国大同、延绥、甘宁3边总制，3次与鞑靼作战，出战必胜，死后被册封威宁伯。王守仁督造个坟墓都学着王岳的实武之法来管理民工，他征战沙场的少年梦一直都在。坟墓竣工后，王岳的家人为了答谢王守仁，将威宁伯的佩剑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在督造王岳墓的时候，王守仁还坠马受过伤，吐了血，这其实对他本就患有肺疾的身体是一次极大的创伤。差事结束后，王守仁回到京城，当时有彗星从京城上空扫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加上鞑靼侵袭西北边陲，明孝宗朱佑樘深感忧虑，于是下诏让群臣直验边务良策。自幼就关注边境防务、熟读兵法的王守仁，自然有许多话不吐不快。他写下了陈言边务书内陈8条策略，并且在一开头就直击要害。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身中老臣之名，而内为顾禄西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攀避庸之资，而外似招权纳贿之恶，袭臣以苏，互相为奸。意思就是边务不正跟内务腐败脱不开干系。王守仁的这番话并不新鲜，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在呼喊，但改元易折，痛革弊元，对于积重难返的明帝国来说何其艰难。王守仁洋洋洒洒写了6000字，朝廷是一个字儿也没有回，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公元1500年，29岁的王守仁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这个职位已经是一审司法长官了。这一切当然离不开他背后的状元父亲王华。此时的王华担任皇帝的日讲官，胜券日隆。只是王守仁各地审查犯人，奔波日久，肺疾复发，尤其是他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在公元1502年的5月行至扬州时，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只能上书朝廷请假，祈求回乡养病。王守仁病得确实很重，以至于父亲王华命令家仆晚上不准给王守仁的书房点灯，就是为了让他早些休息。但是王守仁自己掌灯，夜读五经和秦汉典籍，其实那些成功者人生背后全是水磨功夫，不舍昼夜。王守仁在等待朝廷批复时，身体稍有好转，他便与友人登上九华山，夜宿古刹，日观其胜，并作赋一首九华山赋：吾边其风亭而其日月，披九峡之翠袍，转彭邑于北冥，吊三山之巨鳌，常遨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王守仁在诗赋中感叹人生如梦，荣华富贵犹如木槿之花，朝荣夕逝，他也终将如草木一般慢慢腐朽。那些超尘脱俗的仙人终究是触不可及的幻梦，肉体上的苦痛却彻夜清晰。王守仁的情绪有些低落，感叹自己人生亦无成，寂寞只向许。31岁的他
好似什么都不缺，又好似什么都没有。朝廷最终批准了他的病假，于是回到了家乡余姚，住世于四明山的一处古洞。因为古洞在四明山之阳，四面玲珑入户甬，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阳明洞。隐居于此的王守仁因此自号阳明，独居于深山之中，弃绝俗念。这一时期的王阳明写下了35首诗，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境状况。比如两道浮山新转句，醉眠3日不知还，眼前风景色色异，唯有人生似世间。他时常进行坐忘的修行。坐忘一词源自于庄子大宗师，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在庄子齐物篇中，对物我两忘的境界有过非常优美的文字描述。如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如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天籁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声音，而忘我、无我、坐忘一样，都是在谋求超脱现实的修行方法。王阳明大隐牺牲，想要逃脱物质的束缚，其实是源自于对死亡的恐惧。他无法看破生死，而且王阳明也做不到万物皆空，他有世俗的牵挂和欲望，他骨子里还是儒生，忘不了官相，忘不了功名。王阳明的隐居修行也并未使他的病情好转。到了第2年，即弘治16年，他搬到西子湖畔养病去了。西湖的曲院和风、平湖秋月、南屏晚钟、古刹山水，都使王阳明的身心明媚。他也写下了关于西湖的诗：掩映红妆莫慢猜，格林之士藕花开。共君醉卧不须道，自有香风拂面来。净慈寺的铜钟涤荡了王阳明心中的杂念，晚风混着荷香，抚平他的肺伤，而香气总有着疗愈身心的奇异力量。四季轮转，是年秋天，王阳明结束了西湖疗养，回到京城，消了这持续1年半的病假。他仍然是刑部主事。转过年，33岁的王阳明有了新的任命，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乡试主考官历来都是文章精粹的大才，尤其是王阳明赴任的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学的源头，以区区刑部主事的职位获得这份差事，可谓是无上的荣光。山东乡试的考题也全是由王阳明亲自执笔写成，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比如首场4书文的题目居然是所谓大成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可则止的意思就是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独立立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给老板当奴才。在当时大一统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几乎是杀头言论。当年朱元璋大骂孟子，删改孟子，就是因为孟子不遗余力地痛批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给君王当奴才的人。要是王阳明这考题出在朱元璋、朱棣或者清兵入关时期，够他全家杀头的。这也是为什么陆九渊的心学在宋朝被打压，阳明心学在清朝被打压。就光人人皆可成圣这一条，你让君王怎么坐稳天下？封建王朝的天下只能有一个活着的圣贤，那就是皇帝。像王阳明这样把君王拉下神坛，以人的身份来正邪公私的让考生随便议论，事后也没有遭到惩处，是因为明朝中叶的自由度比明初大得多。王阳明主持的这场山东乡试，不仅是在考教士子，他本人也写下了一份标准答案。对于礼乐、佛道、儒学、风俗、集物，他都写下了自己的答卷。因为这篇策论叙述起来过于冗杂，这期视频我们就不做详解了。山东乡试结束后，王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与天地交融，心悟八极。同年9月，返回京城的王阳明转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相比于刑部主事，王阳明算是谦升了。而根据明制五品以下官员6年经察一次的规定，王阳明短时间没有升迁的可能了。于是34岁的王阳明便开门讲学收徒。开宗立派并不是他自觉有多高的学问本事，而是想寻找师友知己。然而在当时，王阳明提倡的圣贤之学遭受到了大范围的批判，被斥为异端。大明文坛都认为他是想靠出格来博取声名。庆幸的是，王阳明找到了知己，正是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詹若水。于是明代中期双璧两大学派的巨头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两人都称赞对方，此等人物未曾遇见。如今世人皆知王阳明，却鲜有人知道詹若水。在心学的理解上，詹若水的理论甚至比王阳明的更加严密，更值得推敲，
这一点连王阳明自己都有承认，只是詹若水的人生功绩和名气远没有王阳明大，其学问也就趋于小众。但是如果没有和詹若水的联合，王阳明能否成为代表明代的一代大儒，犹未可知。公元1505年，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继位，改年号正德。明孝宗是有明一代难得的贤君，而明武宗朱厚照则是一言难尽。朱厚照继位时15岁，没了父亲的约束，开始亲近自幼服侍自己的刘瑾等8位宦官，人称八户。明武宗继位不到1年，前朝皇帝的托孤重臣刘建、谢谦等人就被罢免，太监刘瑾成了站着的皇帝，专权乱政，祸乱朝纲。明朝的文官集团自然是不肯罢休，北京的言官集体冲锋，想把刘瑾八户一波带走，结果就是数十人被廷杖下狱，群臣晋升。此时的王阳明仅凭常识也知道劝谏是飞蛾扑火的事，并且他也不是言官，大可不发声。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想起了自己乡试时写的治世仁人中的义理，终究要讨个心安，他还是上书劝谏了。王阳明在奏折中其实相当克制，一没有涉及弹劾刘瑾的词句，二也没有做声讨宦官的努力，文章句句哀恳。可是即便这样，正德元年11月，王阳明被廷杖40，逮入锦衣卫大狱，包括王阳明在内的53人被列为奸党。按照明代律法，奸党是要被处斩的，并且妻子为奴，财产充公。35岁的王阳明在大狱中，廷杖的羞辱之痛更胜于血肉之苦。北京的12月，冷酷如世道，黑夜中看不到尽头。他在狱中写下了14首诗，其中第5首《僭越》最具代表性。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他在幽室中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唯有墙缝中射入的稀疏月光。他在漫漫长夜中渴望银河玉树，但光芒转瞬即逝。明代文官的牢狱之灾颇重，有方孝孺式的，有文字狱的，有正德时期跟宦官斗的，下饺子一样落入大狱。后面还有跟嘉靖皇帝争大礼的，进去的更多。但明朝的言官最不怕的就是跳火坑，争先恐后的当正臣求死。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的普遍现象，他求人得人也怨不得谁。所以王阳明也在给友人刘丘佩的诗中自豪地写道：检点同年300倍，大多碌碌在风尘。意思就是咱们那一科300来个进士，被廷杖下狱打成奸党的，唯有你和我了，也算是骨鲠因风海外之，况于青史万年垂了。王阳明骨子里是乐观的，当他对命运难以把握时，那就于桎梏之间者弥越，万物皆备于我，艰难困苦欲成我。据说唯有被斥逐之人才能到达彼岸。其实太监刘瑾对王阳明父亲王华是有招揽意思的。他在东宫还是个小太监时，就听说过状元郎王华的大名，那可是文曲星。刘瑾也急需要政坛名流来装点门户，于是数次暗示王华只要投诚，不但王阳明平安无事，父子俩还都能升迁。只是王华何等人物，回复了句：吾子得为忠臣，垂名青史，无怨足矣。大概是因为王阳明的上书中没有一句单指刘瑾的话，刘瑾在一连暗杀了5个大臣后放过了王阳明。公元1507年的春天，王阳明离开了北京，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去那里当一个从九品的驿丞。在王阳明南行龙场前夕，詹若水作9章赠别：一生当3亿，誓死以同金，生别各万里，言之伤我心。而王阳明给詹若水的回诗已然有唯心理学的影子了。浩浩天地内，何物非同春。王阳明去贵州龙场的期限是135天，只是王阳明前往贵州之前，肺疾又复发，于是先往杭州圣果寺养病。对于杭州山水，他是发自心底里喜欢。洗去心伤，远离俗世的王阳明写下了日角道明千顷雾，雨声高度万峰云。然而敏感的王阳明早已发现有人跟踪监视，他去了钱塘三台山下的于谦祠堂，题写了铭文：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城，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西阳亭里，新商两地风波。铭文中的于谦、屈原、岳飞是3个中而冤死的典型。王阳明没说出口的是，算上自己就凑够4个了。
关于刘瑾派锦衣卫追杀王阳明一事，争论古已有之。毛希和认为是王阳明自己导演了锦衣卫追杀的剧本，为的是制造不能按期到达贵州的理由。而冯梦龙的皇明大如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路则把暗杀之事写得如同小说般详细。只是后世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冯梦龙的故事，说锦衣卫追杀王阳明到江畔，王阳明急中生智，用衣服鞋帽搁置在江畔，布置了自杀的假象，骗过了杀手，然后爬上一条商船去了福建，躲进了武夷山中，最后又毅然重返世间。当时北京也流传着这段玄奇的故事。王阳明的好友詹若泉听闻后哑然失笑，他认为王阳明是在阳狂欲福海，说梦吃人钱，是王阳明玩了一套虚虚实实的艺术，把全天下人都给骗了。无论是哪种说法，我综合各种史料来看，锦衣卫的跟踪监视是有的，杀心也是有的，但为何事情最后草草收场，很难去考证了。总之最后王阳明领着2个家仆上路去贵州龙场驿了。山行风雪受人当，会喜江花照野行。流浪是文人的宿命，他想起了苏东坡的《赤壁赋》，有时真想就此消融于江风明月之中。公元1508年春，王阳明于山花烂漫、烟雨莺啼的时节抵达贵州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处万山丛集之中，蛇回网梁，古毒瘴疠，与居于绝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途亡命。王阳明好似回到了出名社会，异国他乡，尤其是瘴疠之气，对于患有肺疾的王阳明来说很是致命。王阳明虽是驿丞，却也是谪官，不得居住在驿站，只能在驿站附近的小孤山垒土为窟，寝息其中。这种居住条件没比锦衣卫大狱好，大自然随时都能夺走王阳明的性命。而且当地彝人向来有杀中土人祭祀古神的传统，王阳明初来乍到，彝人已经有谋杀他祭神的计划了，只是王阳明命好，彝人卜卦杀王阳明不及，所以放弃了。王阳明跟苏东坡有个共同点，就是心态好，凡事总往好处想，所以他们总是能在必死无疑的险恶环境中生存下来，化险为夷。老子有句话，虚己应物，应物而不伤。王阳明有一套独特的精神胜利法，他把龙场的荒蛮看作皇帝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格局一下就打开了。后来王阳明又发现一处能容纳100人的钟乳洞，于是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并命名为阳明小洞天。王阳明得失荣辱都已经参透了，身处洞天，他觉得自己期许的圣贤颜回的生活不就如此吗？孔子曾夸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只是王阳明在龙场最挂念的还是父亲王华。后来收到家书，得知王华被刘瑾罢免，他意识到即便在偏远龙场，刘瑾的屠刀随时会落下，而生死关是王阳明自少年时就未能看破的，再乐观的他也恐惧死亡。在儒佛道3家的理论中，生死是一件大事。孔子曾对弟子谈到死亡，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活在当下是对死亡的超脱。而易中也提到天地之大，得曰生，意思就是顺应天地生生之道，就是超脱生死。但这都是书上模糊的概念，说起来轻飘飘的，现实中有几人能刀架脖子保持理性的？能做到的人都被写进历史书了。颜真卿、文天祥、于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是超脱生死的圣贤，是站在悬崖边上能纵身一跳的人。王阳明在龙场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撒手悬崖的勇气后，在阳明洞中建了一个石椁，日夜端坐其中，参悟生死要义，心之精一。很多人把龙场悟道说得玄之又玄，但只要回头看王阳明的人生，我们会发现那不过是水滴石穿的厚积薄发。他曾数次踏上心之悬崖，但是都往后退了一步。他也走了许多年歪路，革竹、修佛、修道、修长生，都是他的妄念迷障。如今他赤条条的面对深渊，一无所有，就连他所依赖和受制约的各种关系都一起清除。积累的3教学问推着他进入临界状态，悬崖撒手，自肯承担。他明白对抗死亡的力量不在心外，而在心内。心体光明，无性自足，自然能超脱生死。龙场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拐点，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完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儒学从朱熹主导的格物致知路线发生了翻转，朱熹是逐物，而王阳明是逐心。
朱熹主张的是他律，而王阳明主张的是自律。举个很有名的例子，心中无花，眼中无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尽。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花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它不因人的意识活动而生灭，但花存在的意义却因人而异。王阳明认为，花存在的意义是心赋予的，他不否认花的独立存在，也肯定了事物的先在性。但王阳明所谓的心中无花，眼中无花，指的是心无外物。未看花时与花同寂，意思是人与花未发生联系时，人与花各不相干，花对人不存在，人对花也不存在。而一旦人与花看了，沟通了，那么人与花也就互相存在了。这个意义是由心赋予花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是依据直觉生成的。如果诸君理解起来模糊，不妨去杂摸那句流传很广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事实上，阳明心学在龙场悟道时依旧是不成熟的，真正大成还要等王阳明晚年悟出致良知。然而从我们现代人科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或许朱熹格物致知更符合技术发展进步。比如在王阳明革竹100多年后，有个叫伽利略的家伙在比萨斜塔的歪楼顶上扔下了2个铁球，就此推翻了西方100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体系。本质上，伽利略干的就是格物致知。当然在这里，有任何人提出唯识论之类的观点，我不反驳也不争论，仅仅是举个例子。王阳明的人生很像一部玄幻小说，修炼多年，一朝顿悟，悟出大道的他又脚踏实地的种地去了。阳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学问，知行合一最重实践。王阳明有个极为强大的能力，就是他知道自己了不起，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需要他了不起的时候，他可以上9天揽月，在无可奈何时就混迹于鳖。他从不去纠结自己委不委屈，落不落魄，他善于全变。王阳明积极学习夷人语言，努力沟通，很快就跟当地蛮夷混得亲近。夷人虽未开化，但胜在淳朴，以心换心直接有效。夷人还帮助王阳明修筑了小木屋，让他搬出潮湿的阳明小洞天。木屋四周遍植花草，还种了祖父竹宣公最爱的竹子，农圃、藤蔓、小篱笆。后来王阳明给木屋命名为何陋轩，取自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王阳明也学着孔子，开始在何陋轩教化夷人，在朝美政，在野艺苏，这是儒生的使命。而何陋轩就是后来名在史册的龙冈书院的校址。讲学深深的何陋轩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夷人。山路之中的茅草屋，仿佛杜甫诗中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王阳明的余生建书院，教化苍生，成为了他知行合一的实践。然而在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时，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自古以来，知与行是分开的，尤其是在朱熹学说盛行的时代，朱熹已经细致地论述过先知而后行的关系了。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怎样的逻辑体系呢？很多人把知行合一误解为所知就该有所行，这样是将一个实然命题当成了应然命题，也就是一句空喊的道德口号。举个例子，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烟民依旧数以亿计。烟民不清楚吸烟的危害吗？但为何戒烟的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人会归结于烟民意志薄弱，但按照阳明心学的逻辑，意志薄弱是假象，根本原因是烟民在理性的权衡下，觉得吸烟带来的危害不足以抵消吸烟带来的快感，也并不觉得吸烟的危害会立马显现。所以人们时常会听到烟民说，谁谁谁抽了几十年烟，也活到了多少岁。所谓知而不行，其实不知。但如果知行合一仅此而已，那也是漏洞百出。比如一个你讨厌的人跟你表白，你需要想各种理由来拒绝。这些理由是你拒绝对方的真正原因吗？并不是，是因为你讨厌他的感觉，让你编织了各种理由。然后你告知了对方理由，对方也信了，因为你需要根据各种场合考虑到对方的情绪和颜面，甚至有时候你编织的理由对意识进行了欺骗，导致你自己也相信了。被欺骗的不是别的，正是你自己的知，它发动于一念之间，又消失于一念之间。所以王阳明给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定义，一念发动处
即是行。这个定义从生物学的角度是说得通的，只要一件事你想了，产生了某种情绪，人体的激素就已经改变了，物质世界随之改变，就像抑郁或者某种情绪导致的生病，包括爱慕、厌恶这样的，仅仅是一个念头却未行之于身的情绪，在阳明心学中也算作行，并且知行是没有先后的，是一体的。举个例子，我7岁的时候可以将《静夜思》倒背如流，做诗词理解时，我也能写出这首诗表达的是乡愁。然而等到我毕业后，背井离乡，离群所居，在大城市挣扎，过生日加班吃着泡面时，偶然抬头望见钢铁森林中的那轮圆月，那一刻我才对静夜思是真的知，这个知和背井离乡的行是合二为一的。再比如余光中的乡愁，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对于这种乡愁，我能和余光中共情，甚至感到悲怆，但我不是真的知，因为我的母亲和我都在外头。或许多年后我能真的知。诸君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知并不是真知，而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伪知。大脑是一个编辑器，随着我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撞了南墙，才会对自我知的版本更新迭代。就像很多人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以后最少要拿个1万一个月的工资，找工作的时候觉得5000也不错，待业半年后觉得有个工作就行。而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是靠社会规则和逼迫被动形成的，比如一个戒烟的肺癌患者，一个为了生存背井离乡的打工人，一个为了考研删除游戏账号的学生，这些人也都算知行合一，但这种知行合一是由另一个更大的功利目的所驱动的，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究的是自我驱动，并且是由良知驱动，比如慷慨赴死的林觉民，离美回国的钱学森。关于知行合一的阐释，我们暂且说到这里，故事接着往下讲。王阳明在龙场度过了大约2年的艰苦岁月。公元1510年，39岁的王阳明被任命为江西省吉安府庐陵知县。当时的大太监刘瑾仍然横行朝野，王阳明能够告别龙场谪居，应当是大学士李东阳的暗中操作。李东阳既是王阳明的长辈，也是文学上的师友。王阳明也深知从龙场一城迁升庐陵县令并不等于世道变了，赴任的路上他走得很慢，时常会在沿途寺庙书院停留静坐讲学。他沿着当年去龙场的线路一站一站返回，如今就地重游，换了人间。还没走到庐陵，就听闻了权宦刘瑾被处死的消息。王阳明知道这是正德皇帝拿刘瑾做了替罪羊，谢了天下，也缓冲了与文官集团的紧张关系。庐陵是大文豪欧阳修的故乡，也有一座白鹭洲书院，是江南4大书院之一。文天祥就曾就读于此。王阳明在白鹭洲书院开辟了自己的讲学场所，讲学成为了他的生活中心。而王阳明在庐陵卧治6个月，以极其高超的政治手段4两拨千斤，将吏治、刑狱、诉讼、瘟疫、盗匪、苛捐杂税全部梳理顺畅。他来时庐陵乌烟瘴气，走时政通人和，仅仅用了6个月。公元1511年正月，王阳明被迁升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2月，他当了一次会试统考官，其中会试第1的邹守义成为了王阳明的弟子，也是后来公认的阳明学正脉第一人。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王阳明几乎数月一升，官路通达，一年入门的弟子也有17、18个。他痴迷于讲学，而圣贤之学也在他和詹若水的联合下逐渐鼎盛起来。正德7年年底，王阳明转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他也算是朝廷重臣了，因为他入了国家9卿系列。王阳明能火箭般迁升，得益于当年在锦衣卫大狱结识的杨一清。杨一清诛灭了刘瑾，如今已经是内阁大臣。同年，王阳明的弟子兼妹夫徐爱由齐州知州迁升南京工部员外郎，师徒2人便同船南下，在漫漫航路上隔绝了俗世杂物的纠葛。王阳明与弟子徐爱讲起了龙场悟道，阐述了知行合一、明镜论，深入讲了个把月。徐爱将王阳明所思所讲集中整理起来，于是世间便有了《传习录》上卷。后人眼中的圣哲王阳明，主要就是《传习录》中的王阳明。后来《传习录》传到日本，不论火车上、轮渡上，总会有许多日本人阅读《传习录》，并且静坐思索。目前市面上写的最好的王阳明个人传记，就是来自于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
明朝太仆寺是专门为国家养马的，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边患，马是首要的军需用品。太仆寺衙门在滁州，就是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滁州。但是王阳明在滁州任上待了不到7个月，正德9年就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这已经进入权力最高层的视野了。而正德皇帝治国的方式是相当荒诞的，能够不倒台，是因为明朝的集权制度和科举培养出来的强大官僚队伍。但是治下的百姓日子可就苦了，老百姓要是饿肚子了，灵魂就觉醒燃烧了。明朝是以民变开国，最终也是以民变亡国，真可谓命运闭环。正德朝的民变是无日无止的。公元1516年，王阳明忽然收到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的任命，让他巡抚南赣。此时的赣南地区匪患猖獗，因为数次派兵剿匪毫无收效，导致南赣地区匪贼愈发势大，成了烫手的山芋。之所以会启用文官儒生王阳明，是因为兵部尚书王琼的力荐。王琼深知王阳明之大才，然而建功立业的机会摆在王阳明面前，他却递上了辞任书，表达自己体弱多病，不堪大任，同时想要回故乡看望年迈的祖母。此举其实是王阳明以退为进，剿匪这事儿不好干，不然也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况且当时匪贼分布广，各省巡抚又各自为政，互相拖后腿。他一个空降京官，没人没钱没粮，拿什么剿匪？王阳明修的虽是圣贤之道，但是官场权谋他也是一等好手。果不其然，朝廷见王阳明不为所动，真往老家去了。于是一道新的诏命下来，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金字区划，大则奏请定夺，钦此。王阳明知道这一纸诏书就是放权给自己了，什么是小，什么是大，这其中的界定还不是由他王阳明来权衡。终于在王阳明和正德皇帝3请3辞的极限拉扯过后，46岁的王阳明从杭州走向了积年匪患丛生的山林，这一走就是5年，是百死千难的5年。正德12年正月16，王阳明抵达赣州，设置军机处，摆在他面前的是卢溪、詹师傅等活动尤为猖獗的匪首，他们刚刚攻略了大庾岭、南康、赣州，杀了守城的官员，暴动的怒潮愈发汹涌。只是王阳明深知治匪先治民，治民先治官，他搬出皇帝诏命，通令各地官员必须听他指挥，然后又推行10家排法，让每户每天汇报当天行为、来往人员，一户出问题10家连坐，而且鼓励互相检举揭发。而10家排相当于良民证。将后院的窟窿补好后，王阳明开始选练民兵，因为原先参与剿匪的狼打土军比土匪还土匪，匪贼没肃清多少，老百姓倒是祸害了一片。同时王阳明广布间谍，民鉴卷8记载，王阳明出战长福村，斩首400余，其后又驻扎上杭前线，命令佯装撤军，却兵分3路，于半夜全线突袭，直捣匪贼巢穴象湖山，攻破据点43处，杀匪首詹师傅，温火烧共7000余，将山中贼洞悉数捣平。张兰数十年横行的贼寇，王阳明仅用3个月就平定了。平定匪患之后，王阳明将重心转为长治久安，他设县建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开山凿路，以通险阻。他是儒生，安民教化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在紧张的战事中给学生杨士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平定民间暴动只需要3个月，但是想要扫荡世人心中的欲望和邪念，却难如登天。张南平了，王阳明开始将重点转到南康、赣州。其实王阳明真正拿手的还是攻心，他是不愿意多造杀孽，于是给利头的暴民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让暴民家属食用。随后又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劝降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仁厚和哀悯，尤其是最后一句，呜呼，民无同胞，尔等皆无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等，痛哉痛哉。王阳明深知上山为匪的人不过是被压榨活不下去的百姓罢了，是艰难的世道使这些百姓寒无衣，饥无食，居无所，耕无牛。王阳明的仁义打动了里头许多匪寇，于是下山归降。兵者，诡道也，更是仁义之道也。公元1517年10月9日，王阳明率军抵达南康，仅用7日，大破衡水匪首谢志山，斩首2000余。该杀人时，王阳明从不手软。
所以我说他的阳明学制敌时是兵道，克己时是儒术。每王阳明以杀止杀平定一方后，都会奏请建立徇私或者设县。他一共建了3个县：平和、崇义、和平。从命名处就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期许。他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王阳明的门人弟子也随着他入干，四散到乡野建立社学。公元1518年，剿平了张南、衡水、统纲3例匪患的王阳明，因为肺疾复发，上书告病，请求辞官休养，只是未获批准。因为兵部尚书王琼已经警觉到了宁王朱宸濠的异动，南赣地区匪贼猖獗，跟宁王脱不开干系。宁王觊觎正德皇帝屁股下的龙椅不是1、2天了。最开始宁王还想走谋略篡权的路子，因为正德皇帝没有任何子嗣，所以宁王想让自己儿子过继给正德，实现软着陆。但是正德太年轻了，宁王觉得自己不一定熬得过，于是做了后手准备，就是造反夺权。王阳明也早就看出了宁王的逆反之心，并且他还派弟子纪元亨到宁王身边讲学，也是当间谍。这也是王阳明的一贯手法。从正德13年起，因月粮无法正常供应，福州的魏军爆发叛乱，王阳明受命前往福州平叛。然而在福州魏军叛乱的同时，宁王也蠢蠢欲动。公元1519年6月15日，王阳明抵达江西丰城县，距离宁王盘踞的南昌府仅120里。他接到了丰城知县的报告，宁王反了。后来所有的史料都显示，王阳明肃平宁王之乱的关键是公西奇谋，行剑、用诈、布衣、伏击、奇袭等谋略，使他在绝对劣势之下建立了不世功名。王阳明先是差人散布了大量假消息，说两广、湖广共计25万大军，分6路严阵以待。实际上，当时王阳明手上能调度的就几百人。但是宁王信了，他观察了半个月才发现上当，这才出兵直扑南京。这半个月给了王阳明充分调集人马粮草的窗口期。朝廷那边除了兵部尚书王琼，其他部门反应迟钝，短时间内王阳明是等不来援军的。大战来临之前，王阳明去拜谒了文天祥忠义祠，孤忠筋骨与谁谋？千山高致干将流。既然是孤军，那就独战。当时叛军已经攻下了南康、九江，正在攻打安庆。王阳明手上的兵力不到宁王的1/10，若是赶去安庆与宁王会战，只是去给叛军加餐。他决定打宁王的老巢南昌，避实就虚，先夺其大。王阳明料定宁王必定回援，正好让他设下埋伏，围点打援。而宁王像是被王阳明指挥一般，完全按照王阳明的安排走。当宁王回援南昌的军队被王阳明伏击，溃败到南昌城下时，守城军士见此情形，人心溃散，以为宁王已经大败，所以王阳明的攻城之战几乎是长驱直入。宁王家眷闻变，纵火自焚。另一边，正在安庆督战的宁王转而领兵进逼黄家渡，已然是无头苍蝇乱窜。王阳明随机应变，大纵深反穿插收复了南康、九江，使宁王成为了孤军，截断了叛军逃出江西的路。最终在鄱阳湖上，王阳明用火攻烧了宁王的船阵，大军合围，宁王大势已去，被生擒活捉。而运筹帷幄、调度一切的王阳明，此时还在督察院讲学，得知宁王被擒，面不改色，其心存如海，其心不动如山。然而迅速平定宁王之乱的王阳明却是有功无赏，反被恶意重伤。正德皇帝受他宠信的边将江彬、徐泰、宦官张忠的怂恿，借着平叛的由头御驾亲征，顺道巡游江南。荒诞的正德皇帝自称是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郑国公，决定御驾南征。叛军早都被王阳明收拾干净了，不过是皇帝把这江山当成了儿戏罢了。这支浩浩荡荡的皇家军队比宁王合法，却也比宁王更能祸害百姓。正德皇帝再三禁止王阳明发捷报，因为要是奏凯了，他便师出无名，这场游戏就不能进行下去了。只是王阳明还是发出了奏凯的捷报，并上书劝谏正德皇帝，可惜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正德皇帝和他身边围绕的那些宦官和奴才的心中之贼，永远也破不了。而更荒诞的事还在后头，许泰等人给正德皇帝出了个夸张的主意，让王阳明在鄱阳湖上将宁王重新放走，然后由正德皇帝亲自率兵督战，上演一出生擒宁王、凯旋返京的戏码。王阳明的良知
不允许他交出宁王，成全这场闹剧。对正德皇帝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写下了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锋西北方传紧，名利东南已尽疲。王阳明深知东南地区民力疲竭，再也经不起正德皇帝的御驾亲征游戏，说不得又有多少百姓活不下去，揭竿而起，到时候又让王阳明去杀。他无奈的又写下了第二首诗：千里风尘一剑当，万山秋色送归航。自嗟力竭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因王阳明不肯交出宁王一干俘虏，许泰等佞臣诬陷王阳明与宁王交通，意图谋逆。好在是太监张勇极力替王阳明辩护，并且率领2000军兵，以调查宁王谋反的详细状况为由，来到浙江杭州与王阳明见面。王阳明向张勇细述了江西百姓的苦难，宁王之乱，又遇旱灾，还要供奉金军、边军粮饷，困苦之极。太监张勇深以为然，最终王阳明将宁王交给了张勇，自己则告病住到西湖旁的净慈寺，静观其变。后来张勇以身家性命担保王阳明的忠心，暗中护了他的周全，要不然宁王的囚车里又会多装一个王阳明。在上星河，王阳明夜半坐在河畔，听着水波拍岸，心如涟漪。百战归来一身病，可看世事更愁人。正德15年12月，宁王已就寝1年多，正德皇帝也在南京潇洒了1年多，直到张勇与皇帝的诏命，让王阳明重上捷报，在捷报上加上了监令江彬、张忠等人的大名，才批准通过。宁王也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俘虏。正德皇帝班师回北京，再2个月，正德16年3月，明武宗朱厚照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同年岁末，新皇嘉靖皇帝下诏册封王阳明为新建伯，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兼光禄大夫，追封3代。诏命是派专门的官员送达的。诏书到达余姚时，恰逢王阳明父亲王华大寿，亲朋咸集。王华却并不喜悦，他告诫王阳明，如今穷官高爵也并非幸事，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一番训诫过后，让王阳明出去门口迎接诏命册封。等到全部仪式完毕，龙山公王华俨然瞑目。王阳明也遵奉了父亲的训诫，在嘉靖元年正月辞让了新建伯这一爵位。他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庙堂上那些阁老并不待见他，而王阳明丧父照例要守孝3年，但朝堂上那些人趁机删削了王阳明的功绩，并弹劾阳明学为伪学，建议禁止阳明学的传播。只是这一切王阳明并不在意，他在故乡讲学，清净自然，胸中无事，陶然忘机。嘉靖朝最大的事儿就是大礼仪。嘉靖皇帝本想要生父生母成为正牌皇帝皇后，因此与群人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执。明朝的文官有个特点，就是集体冲锋。嘉靖皇帝当然不可能屈服，让太监劝了2次，没有劝退跪在左顺门的220位大臣。最后年轻的皇帝大怒，抓了134人。史书上说，大礼未成，大狱已起。王阳明因为宰辅杨廷和千方百计阻挠他入阁，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劫难。公元1527年，在故乡讲学的王阳明接到了让他去思恩田州平叛的诏命。55岁的王阳明从故乡余姚出发，奔赴广西省，踏上了最后的征程。同年11月，王阳明抵达广西梧州府，并开府建衙。然而思恩田州的叛乱头目卢苏得知前来平叛的是王阳明，又听闻朝廷没有必杀之心，因此有了投降的念头。派人求见了王阳明后，得到了性命无忧的保障，立马带着7万余人到南宁府城下投降。就这样，广西这场叛乱在极短时间内被平定，不折一势，不戮一卒，而全活数万生灵。之所以王阳明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源自于叛军知晓王阳明的手段和人品。而王阳明的最后一战是诛灭八寨和段腾峡的土匪，这些匪寇已有100年历史，聚众数万，无论是大明官军还是当地土木，都想铲除他们。王阳明平定田州之乱后，收到了两江父老控诉段腾峡、八寨匪贼祸害昌乱，让他下定决心要诛灭顽匪。王阳明不是第一个想干这件事的人。明英宗天顺年间，都御史韩雍曾率20万人讨伐段腾峡，无功而返。明宪宗成化年间，士官曾因攻入八寨贼巢，斩杀200名乱贼，败退而归。
而王阳明这次并未请示朝廷，动用了2路军队，共8000人，创下了历史性的战绩，将八寨剿灭，前后斩获3000余人，立了全功。只是如此完美的战绩，兵部还在为如何奖赏争来争去，把王阳明晾在了广西。身体日益恶化的王阳明上书祈求回乡养病，他并不在乎什么奖赏，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王阳明已经57岁了，他的肺疾加上广西边境的酷暑，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没等朝廷的批复，自行离开了南宁。到达广州后，他再次上奏祈求病假，依然未得恩准。最后王阳明下定决心，于公元1528年11月从广州出发，渡过北江，越过梅岭关，进入江西南安府后，在赣江上游的张江再次登船。当时就任于南安府的弟子周基来看望王阳明，才发现他的状况已微不可及。他立即请大夫看病抓药，但已是徒劳。船停靠在青龙铺，11月29日上午8时，周基询问了王阳明有何遗言。阳明先生只留下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像他在中秋一诗所写：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王阳明还在。万物一体，心即宇宙。如果你安静下来，就能在黑暗之中听见内心的声音。心窍一动念，宇宙一呼吸。你不要试图从巨大的黑里寻到一点光，你要知道你就是光本身。青山不语人自在，微水无痕亦从容。诸君，我们下期再见吧。主动制止不得就放任，在欲望与绝望之间，余温大致喜欢过门，临走呢和随手关了灯。So funn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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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o funn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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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o funny, it's so funn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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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